睡醒了，被一道阳光照醒。别人有这个海景大房，我有这个野草大房。昨天晚上面临我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战。昨天非常的冷啊，是这几天最冷的一天，零下17度。我赖以生存的取暖的煤气用完了，就在最冷的夜里，真是把我给冻坏了。前半夜点着它非常的暖和，然后到了后半夜，最冷的时候就已经完全，我这煤气已经用完了。从我的最近的使用心得来说，一个人在荒野，这个煤气取暖还有做饭是十分重要的，包括它的经济角度。这么一小罐煤气，如果按我这种使用方法，我基本就是说，除了白天太阳特别足的时候，基本都是一直开着取暖，基本不带停的，火苗特别小那种啊。然后我基本可以做到全天有热水。这种情况下，这一小罐煤气用一周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可是残酷的现实不只是这些呀。古人说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我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我的水和食物已经全部吃完了。就在我这种极其能吃的胡吃海喝的生活状态下，这就是我眼前唯一的东西了，一包饼干，还有这世界上最没用的所谓的饮料，喝了也白喝。其实我在这个荒野这几天也没有什么作为。这儿有一群野狗，我想尝试跟他们做朋友，但是一直到我今天也没有成功。他们总是巧妙地吃掉了我的糖衣，吐掉了我的炮弹，让我非常无奈。我喂他们，他们也不肯靠近。我把食物丢在那儿，我走远他们才会吃，但吃完还是不跟我玩。就因为这个，估计也是消耗了我大量的战略物资，导致我现在的这种窘境。我也尝试骑的摩托车在周围进行了一下转悠。这儿比较繁华的地方离这儿是比较远的。现在来看，我要是不离开这儿弄补给应该是不太可能了。这几天除了跟网友聊天，基本没有跟任何人在这个地方上遭遇过。自己一个人的灵魂得到了很安静的释放，尤其到了第3天，还真是感觉挺寂寞的。但是，一到第4天，这一切都不同了，仿佛好像是一个坎儿。这个胡吃海喝的作风又开始了。这个左手拿着刀，右手拿着叉，脚踩的煤气罐子，还唱着歌，别提多潇洒了。但是因为自己这种无节制的生活方式，让自己现在这么快的计划已经泡汤了。我本来想在这待时间更长2天，但是看来是完全做不到了。有些网友问我说：“这个你改这房车到底怎么供水的？”我给大家看看我这个供水的这个方法，虽然不是说特别好的，但是我目前觉得是比较实用的。如果你们觉得合适，也可以采用。当然，你们有好的办法，记得告诉我。我这人很喜欢就是那改进和学习的。这就是我一个这个平常生活用的水箱。这个水箱其实容量还是很大的，将近50升。水已经被我彻底喝完了，没有什么水了。但是这个很实用，一是两边有把手，然后你不管是去服务区还是只要过什么地方，你都可以，或者饭店，你都可以把水盛满。这50升的水对一个人来说，这个很受用了。然后就是着重说一下，就是我用的是一个这个电动淋浴器，它是一个充电的啊，这里边有电池，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吸在这个水箱上。然后平常我用水的时候，我只用就是它可以调这个水大水小，把它接到我的水壶里啊或者锅里边做饭就可以，非常方便，也不用这么重的水箱是搬不动的，这样的话就可以。然后到了夏季，那个它是带磁铁的，这个它有一个挂钩，可以挂在这个车外边，就是说你在这个荒山野岭的地方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男的，就直接在外边洗就行了，洗澡。
直接这样的话，它就可以从水枪里边水抽出来，直接洗，非常省水啊！这个东西很省水的，因为它这个眼儿非常的密，非常省水。洗个澡用不了多少水，我基本就这样解决我的这个就是旅行的用水的。这个私信我的网友，你到时候可以看一下我这视频，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，也可以这样借鉴。吃完这些，就继续咱们的江湖第一字，什么来着？溜。我这个车好几天没有打火了，自从我上次修好之后，还从来没有说打不着的时候。来吧，和这边荒野说分离的时候到了。你说这寂寞到头，反而还舍不得。哎，要不是这真是没吃没喝没火，我还真不舍得走。对了，前两天那个我在某拼上买了个这玩意儿，给大家说说，挺好用。这个挂在这儿之后一点事都不碍。我以前这个人特别懒，眼镜特别容易坏，有时候磨了，有时候扔在这上面就把眼镜就给磨了。现在有这东西之后，确实觉得这个特别方便，而且它侧面还有磁铁，有些那个钢镚啊或者什么东西，这都可以把它吸在上面。而且关键很便宜啊，当时我就可能花了有10来块钱买的这东西。如果喜欢出去旅行呢，可以在自己车上装个这个真的特别有用，大大的保护了太阳镜，对吧？因为有个太阳镜买一个几百块啊，说坏就坏了，所以特别有用。好啦，旗开得胜号一枪着，咱这就要出发了，来吧！3、2、1，点火，走你！哈哈哈哈哈！自从上次修好之后，是吧？还真是没有说出过什么问题。哎，很好。好，热会儿车，出发。风花雪月浪漫，是情人般来恋，按牵手都要看，对你奋不顾身，不让你沉醉装疯，总要等到太过，真的跟着色彩的女今天，这人生有几何，怕这今日多，当有相思河。倘若这回还像曾经执着，心着你，奔着河多难。